落花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，它不是无情之物，即使凋落了，也化成春天的泥土，成为培育下一代的养分。我们为人父母的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，甚至是大自然所有动物植物彼此间的关系，都是建立在被爱利他的基础上。大自然的所有生物一定包含了对周遭生物环境的好处，万物就是通过这种利他的形式而彼此相互依存，因此利他是万物存在的本质。没有任何一种生物的存在是只为自己而存在的，即使是我们眼中视为无生命的物品，也是因为被我们需要而被创造，所以存在的。万物皆因利他而存在，我们都是被爱的，这个动机极其至善而了无私心。任何万物都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获取能量，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。万物在实现自己生存的同时，也使依存它的人事物因而存在。这不仅仅只是利己，更是利他。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依赖的，就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分工合作的结果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万物相互效力，相互扶持。老子道德经上说，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无私也，故能成其私。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，是因为他们滋养万物而不为己，所以能够长久存在。圣人把自己摆在众人之后的位置，反而赢得了拥戴。凡事都把自己置之度外，反而能得以保全。这不正是因为不自私，反而能成就自己。圣人退身忘私，终而成就自己的理想。要达到为己的目的，也要通过对他人的友善、仁爱、真诚等行为，尽可能地帮助别人，给予别人，以别人为先，才能达到为己的目的。因为你如此对待他人，才会得到他人的信任，以及良好或更大的回报，进而得到自己最大的利益。为他人尽心尽力，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，看似对别人付出了，但真正受益的是自己，最后福报还会回到自己身上。所以利他其实是利己。让我们来听个小故事。在天堂和地狱都有一口煮着面条的大锅，想要吃到这美味的面条不太容易，因为夹面条的筷子很长，足足有1米多之长。在地狱里的人只想着自己吃，所以个个争先恐后抢着夹面条，但夹起来的面条却怎么样也放不到自己的嘴里，因为筷子太长了。美味可口的面条就在眼前，却只能眼睁睁地夹着看住，所以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。这就是自私地狱里的情景。我们再来看看天堂里的人是怎么吃的。同样的面条，用的同样的筷子，他们不是先想着把面条喂到自己嘴里，而是把面条喂到对面人的嘴里，想到让别人先吃，结果自己也吃到了美味的面条，人人心满意足。在同样的外在条件下，只是人们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不一样的结果。自私自利在地狱，利他利己在天堂。利他最终就是利己，一念之差决定了在天堂还是在地狱。稻盛和夫是日本的经营之神，他在他的著作中总结他的成功经验，都要归功于利他之心。他不论是在个人工作上，或是经营公司拯救破产企业，
都是以利他为出发点。稻盛和夫始终认为，想要改变命运，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利益，心里还要能装得下其他人的利益，抱有利他之心。即使做不到利他，也不能让他人的利益受损。而公司存在的首要意义，是为了为其工作的全体员工，而经营的目的，在于实现全体员工的幸福。这就是他经营上最根本的利他精神。在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一书中也说了2条赚钱的秘诀，一个是你要真心喜欢钱，钱才会涌向你；另一个便是要懂得给予的力量。想赚到钱，先要学会给予。利他的实践，不要妄想践行1、2次利他的行为就会带来好处，它需要不断的积累，才能逐步收到成效。这是个不断累积的过程。当你持续一段时间后，利他行为就会逐渐内化成为你自己的行为模式。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巨大的威力。学经上说，其方易得，其行难见，知其反复而不其为小，久积而成。知道方法很容易，但难在执行实践。即使实践了，仍有时会有反复的现象。如能不因其微小而放弃，久而久之累积到一定的程度，一定可以看到成效的。即使再怎么不起眼的利他行为，也会伴随着萌芽的利他之心。当这颗心成长茁壮，开花结果，便会使善良的行为不断繁衍，产生善的循环。所以尽你所能的在任何做人处事上，都以利他为出发点，使其变成一种习惯，最终善的果实终将回报到自己身上。万事万物都是这个世界、这个宇宙的一部分，我们都是被爱的，我们都是一体的。我们呼吸住天地间供应的氧气，享受着阳光、风和雨的滋养。在获取天地丰沛能量的同时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这个万物共有的大家园更加美好。利他之心可以有巨大的回报。同样的，如果人因为一己的私欲而大肆破坏，这个恶果也终将由自己吞噬。切记，万物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的。